大家好，我是乡村美食节。今天教大家用电压力锅做豆腐脑，简单快捷，成功率非常高，至少我还没有失败过。今天的视频会详细讲解豆腐脑成功和失败的关键点，并且它比外面卖的还好喝，口感滑嫩爽口，不发酸不发涩，豆腐脑的出水率也非常的少。这期视频你们除了学会做豆腐脑以外，还能学会制作腐竹和豆腐。在盆中加入150克黄豆，用清水淘洗干净。夏天泡5个小时以上，冬天最好是泡1个晚上。黄豆有没有泡好，把它掰开看一下里边，像这种情况是没有泡好的。泡好的黄豆是这样的，掰开里边没有坑，颜色也跟外边是一样的。把泡好的黄豆用手揉洗几遍，洗到水清澈为止。把洗干净的黄豆加入到破壁机里边，也就是我之前用的现磨豆浆机。没有这种豆浆机的，也可以使用料理机或者家用的那种可以加热的豆浆机，也是可以的。称1500克水倒入破壁机里边，新手的话我建议加1400克水就可以。水加好以后，从最低速启动豆浆机，慢慢调到最高速，打2分钟。如果你家里也是这种自动的，你把它选择5股功能，然后按下开关键，它就会自动从低速调到高速，打够2分钟以后，它也会自动停。刚刚打好的豆浆，我们先不要着急过滤，因为现在的豆浆和豆渣、豆沫都处于一个混合的状态，过滤的话很容易堵塞那个过滤网。我们先把豆浆放在这里静止2分钟，2分钟以后，豆渣会沉在底部，豆沫会浮在上层。这时候我们过滤就能很轻松的完成这个步骤。今天过滤用到的工具是一个6寸的蛋糕模具，把底部拆掉。这个布的话就是我买内纸送的一个过滤布。没有蛋糕模具的可以选择家里边的皂滤，然后把过滤布放到皂滤里边来过滤。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买这种过滤网，200ml的，它不需要皂滤，也不需要蛋糕模具，直接把豆浆倒进这个过滤网里边，它可以一次性过滤5斤以上的豆浆。而我这个过滤布跟这个模具3斤豆浆我一次性都过滤不完。2分钟以后，我们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豆沫全部浮在了上层，而豆渣全部沉在了下边。这个时候我们在过滤的时候，豆沫就不容易倒出来。把豆浆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过滤布里边，即使我们静止了2分钟，这时候还是会有豆渣倒出来。当过滤速度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个勺子或者打探器来刮底部，加快它的过滤速度。倒入剩余的豆浆，浮沫留在杯子里边不要了。最后把过滤布收紧口，用挤压的方式挤出剩余的豆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破壁机它是不具备发热功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豆浆有点烫手，这是因为黄豆在破壁机里面高速运转的时候产生的摩擦才会使豆浆发热，它的温度大概在30多度。如果你打了3分钟4分钟，它的温度可能能达到40度。不好意思，这里因为没有收紧口，出了一点意外，大家做这一步的时候要注意。过滤完的豆渣除了为家禽以外，还可以用来吊莲蓉，因为它的雾化效果非常好，而且是白色的。因为我们刚刚是直接把豆浆过滤在电压力锅的内胆中，所以现在我们直接把内胆放到电压力锅里边，点击收汁入味键，它可以在不盖盖子的情况下把水烧开。根据厂家的说法，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吃火锅、麻辣烫之类的，我们用它来做豆腐脑也非常的合适。在煮豆浆的同时，我们来准备豆腐脑凝固剂，也就是葡萄糖酸内酯。做豆腐脑除了用内酯以外，也有的人会使用石膏或者盐卤。今天我用到的配方是150克黄豆、1500克水、3克内酯。同样是150克黄豆，有些商家会加到1800克的水，甚至更多。水加多以后，它就必须用更多的内酯来让它凝固。内酯加多的后果就是做出的豆腐脑发酸发涩，而内酯加少了，做出的豆腐脑是像浆糊一样，没有完全凝固。加完内酯以后，再加入10克糯米粉。加糯米粉的目的是让豆腐脑更滑嫩结实，不容易出水。用糯米粉做过年糕的朋友应该知道，糯米粉遇热以后会变得非常的有韧性，而跟它有相同性质的还有淀粉。我们在外面吃的凉皮就是用小麦淀粉做出来的，但是经过我多次的实验，我发现加糯米粉比小麦淀粉做出的豆腐脑效果更好。加完糯米粉以后，在碗里边加入凉水，把糯米粉和内酯化开。这一步必须用凉水，不能用温水或者热水。化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现在我们开始讲解煮豆浆的一些注意事项。锅的厚度不同，
它在煮的时候有的就比较容易糊锅。像我这个锅比较厚，在煮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刮锅底，它也不会糊锅。如果你是在我们平常做饭的锅里面煮的豆浆，在它即将快开的时候，你就要不停的刮锅底，防止它糊锅。另外就是在豆浆煮开的时候，要拿个勺子不停的搅拌，防止豆沫溢出来。我这个电压力锅的火力比较小，所以它溢的速度比较慢。这次给你们做一下演示，你们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是用我们平常做饭的燃气灶，那它溢出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商家通常会在这一步放入消泡剂，那我们自己喝的豆浆就不需要放那些东西。所以在豆浆刚刚煮开的时候就开始关小火或者关掉，因为电压力锅的保温性比较好，即使关掉电源以后，它也会保持沸腾1分钟左右。豆浆煮开以后，我们要让它保持沸腾1分钟以上，因为没有煮熟的豆浆就像没有炒熟的四季豆一样，它是有毒的。如果你在锅里边煮的时候，泡沫溢出的速度太快，那你就拿一个勺子这样扬起来，或者加一点凉水，它就下去了。最后用一个皂滤把里边的浮沫捞出来。如果你的皂滤是捞过油渣的，最好是用洗洁精洗一下。我们做豆腐脑的过程所用到的工具以及容器都不能有油。把煮好的豆浆放在这里静止降温。点豆腐脑的最佳温度是85度，如果有温度计的话，最好是用温度计。没有温度计的话，就放在这里静止10分钟左右。我这里现在是28度，如果是冬天就减短时间。10分钟以后，用筷子把表面这一层豆皮挑出来。挑出的豆皮晒干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腐竹。如果你们喜欢吃腐竹，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制作腐竹。如果家里没有温度计，就用手来再测试一下温度。100度的豆浆会非常的烫手，把手放进1秒钟会把手烫伤。降到90度以下的豆浆放1秒钟，手不会烫伤，只是会觉得非常的烫。当然每个人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同样是90度，可能有些人觉得会非常的烫，有些人觉得还好。这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也是一个方法。即使你这一次做失败了，你只要记住它的温度，你下一次就可以适当的调整。豆浆的温度过高，内酯倒进去的一瞬间就会被凝固，这样豆浆无法成型，里边是一坨一坨的。而豆浆的温度过低做出的豆腐脑就是这样的，也是无法成型，它像浆糊一样。这是我在我家的炒菜锅里面做实验，因为炒菜锅没有保温性能，即便我们在加入内酯的时候，它的温度是85度，但是它不能一直保持80到85度10分钟，所以它也无法成型。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用电压力锅做豆腐脑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如果你想做好豆腐脑，温度计和经验你必须得有一样。降到合适的温度以后，把我们刚刚化开的内酯和糯米粉倒进去，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豆浆还处于一个转动的状态，我们要用勺子放在里边，挡着它，不要让它转动，让它停止转动以后，按一下保温键，盖上盖子。10分钟以后，我们的豆腐脑就做成功了。如果我们家里边没有电压力锅，该怎么做呢？你只需要按照以上的步骤，把煮好的豆浆倒入电饭锅里边进行保温也可以。如果没有电饭锅，你也可以倒进一个容器里，盖上保鲜膜，放到太阳下面去晒。当然这要等到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的时候这样做。可能有些网友会说，我夏天做豆腐脑不需要保温。这里你们要注意一个细节，我们这个配方是1500克水，也就是3斤豆浆。3斤豆浆跟30斤豆浆相同的温度放在相同的环境下，肯定是3斤的先凉，30斤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热的状态。所以我们家常做豆腐脑量比较少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保温。温度是做豆腐脑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你只有把温度掌控好了，你才能做出成功的豆腐脑。1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我们的豆腐脑已经成功。表面的切块就是我们没有捞干净的浮沫，它不影响口感，只是影响外观。我们找一个比较平的勺子来盛豆腐脑。这里可以看出来，豆腐脑非常的光滑，没有任何的颗粒感。豆腐脑光滑，除了跟豆浆机、破壁机打的碎以外，跟我们的过滤网的密度也有很大的关系。过滤网越密，滤出的豆浆就会越细。所以大家买过滤网的时候，我推荐买200目以上的。盛完豆腐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锅里还是碗里，它都没有过多的水。撒上一勺白砂糖，1碗美味的豆腐脑就可以吃了。也许视频看起来比较麻烦，其实豆腐脑的制作过程非常的简单。我们归纳总结起来就是泡豆子、打豆浆、过滤，然后煮豆浆、点豆腐脑，就这么简单。只要把细节和温度掌控好，做豆腐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们没有吃完的豆腐脑，还可以用刚刚的过滤布把它包起来，然后用重物压在上面，把它做成豆腐。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长按点赞，给予支持。我是乡村美食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